两岸交流、两岸繁荣、两岸和平、两岸未来。我认为这是台湾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波，只有从民间出去，交流的基础是经济，奠定了经济的基础之后，大家就不会破。今天大家不见得可以喊出祖国是中国，在一些共同基础之上呢，喊个人民万岁总行吧。整个国民党现在形势大好啊，应该乘胜追击啊，搞一个年轻有为的，创造出一些方法啊。最主要是在论述上啊，要能够形成。像我觉得什么人都很好啊，像罗志强啊、郑丽文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朱立伦我是认得的同事，他本身原来的企图心很强啊，野心也不差。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党主席不干了，可见的这个位置没啥好干的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他指定要交接出去啊。我相信有很多人要干党主席，我也有认得很多人就劝我来帮他们辅选啊。虽然我没有选票啊，但是朱立伦讲这句话呢，其实是里面牵涉到了他们自己会觉得说是以选胜为主啊。那以选胜为主，人家那个卢秀燕是要做 king 的，他不要做 king maker 的，这开什么玩笑嘛？这一听就懂嘛。像我觉得什么人都很好啊，像罗志强啊、郑丽文啊。我跟你讲，朱立伦原来的目的就是要当 king 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的话讲别人的话，是因为他觉得大势已去啊。其实老师的看法很简单，就是卢秀燕她直接要当 king， 那至于 king maker 是谁，你们自己瞧吧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个有实力的人呢，其实这个 king maker 是一个机会了，一定要很年轻的。我觉得政治判断上来讲，这件事情是有一点不足的地方了，因为你要了解到这个局势。现在的话呢，整个国民党现在形势大好啊，应该乘胜追击啊，搞一个年轻有为的，然后创造出一些方法啊。最主要是在论述上啊，要能够形成啊。国民党因为没有理想嘛，那也不指望他有什么理想，但在论述上来讲的话呢，我这边倒是有几个宝册、锦囊妙计啊，但是我这边不会提出来，等着人家待价而沽之啊。陈文茜说啊，只要不是朱立伦不扯后腿，都比卢恰当。陈文茜他本身当过立委啊，他讲这句话的话，他有影响力啊，告诉大家说是只能让卢秀燕的出来的接的这个任务，因为最主要的事情是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哈，尤其是这种坦白讲了，丹东人的这种政治人物，在台湾的话呢，从政要特别小心。我以前参加过卢秀芳的节目嘛，就是大家私下的话呢，我可以感觉到，虽然我们没有聊这些事情，但是我觉得说，在台湾要能够打下政治的一片天的话呢，确实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，而且讲话的两边不讨好，等于是两边都讨好的这种情况下，确实是不容易。所以卢秀燕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谨慎的，就是他们的讲法一定是把现任的台北市市长的工作干好。他最主要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安全的嘛。因为上次推了侯友宜，但是侯友宜讲话没有魅力，我怀疑他这个讲台语讲太久了，国语讲的不行了，就是他能够表达上来讲，没有像我们这么 juicy， 他的讲话很生硬，好像感觉上找一个这种刚学会读书的人那种味道。但是卢秀燕就很不一样，主播出身的嘛。但是国民党这个乱局还是总得解。但就老师来看的话，就是说国民党为什么陷入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？朱立伦呢，有人说他叫以退为进，有人说呢他是真的倦勤，那也有人说呢，朱立伦你应该想一想啊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叫你走啊？那也有人说不对啊，朱立伦劳苦功高啊，虽然呢2024搞砸了，但至少大罢免大成功，变成大罢免大失败啊。坦白讲了，朱立伦他这个目前为止成了这个局面啊，我必须强调朱立伦是优等生啊。朱立伦的话呢是会计系的教授，他的问题也真是太会精算了。一休还记不记得马立强这个概念？我知道哦，好久了，马英九、朱立伦、马强都行了，就是剩下朱立伦，就他很早就被预选出来啊。现在朱立伦的话呢，他面对了国民党的3方面的困境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那个民进党的民族主义牌奏效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他缺乏论述。民进党提出一个论述来的时候啊，他都没有办法提出论述。比如说柯建铭提出来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啊，应该广招天下所有懂政治的，尤其是懂政治哲学的人来讲，这个大罢免本身是不是一个世界唯一的？没有做这种事情，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界的人物除了支持罢免的有，就朱立伦根本没有广发天下英雄帖，就是在进行论述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觉得非常奇怪。你现在要跟民进党比耍流氓，但是呢，他就缺乏论述。然后第三个的话，我觉得朱立伦真的是缺乏理想，太明显了，从小都打安全牌，约考精算师啊什么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种人呢太多了，我们太多，就留在美国当寓工，买个几个公寓租金，然后回来偶尔炫一下都很好啊。你要想当总统的话呢，你自己本身缺乏理想，也没有论述，然后民进党又这么强，所以这就构成今天的原因了。国民党这几天又创造一个2天抖音破100万人，老师，我们把这整个现象串起来吧。就是我们可以从国民党难产啊，打到这里，这个脉络非常的清楚啊。
觉得馆长的出现的话呢，是整个大罢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。因为原来讲的抗中保台的这个诉求，对我来讲是一点效用都没有了。抗中就不能保台，保台就不能抗中，这两个是矛盾的概念。但是的话呢，它对年轻人有用，中间选民比较绿一点的，叫极浅绿的人是有用的。大家呢，对于这个民进党呢，限制大家到大陆去的，可以恐吓啊什么的。我自己都有学生嘛，就去的要去大陆之前呢，还特别问我他会不会回不来啊什么的，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发表过一些观点啊，他们就会有这种想法。我必须坦白讲，馆长的讲话的方式的，虽然涨粉涨得很快，但是我觉得他里面讲起来，就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的哈，在大陆建设多好，你看看什么的，中非长久之计了，就需要稍微深入一点。我觉得馆长本身是干了一个统一战线的一个情况啊，馆长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非常大，馆长对于不敢去大陆人影响力非常大，馆长对于大陆现有的建设影响力非常大。我希望馆长以后的话到大陆可以深入一点，有两种方式。第一个的话呢，不要再京上广深啊，就是要强调5级县市去看，一样有这种结果。我们山东有个临沂，你老远看去跟杭州感觉是一样的。第二点呢，我觉得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就讲一点内心的感觉。馆长现在讲的都是完全是以客观的角度来讲民进党的欺骗，那这个很好啊，希望能够我一直做下去。但是同时的话呢，也要让以及馆长目前发生的作用。老实说，这一场馆长居功厥伟，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最近他们是做政治行销的，所以他把分析传给我，他是说没有这么样的强相关。可是我要讲一个事情是气势，选举有时候靠气势，它可能不完全是直接影响，但是那个气势一旦翻过去的时候，你就看排山倒海。为什么后面7个霸区？当然后面7个霸区本来就比较硬，否则他也不会轮到后面。第二个就是说气势已成，现在大家是敢公然的讨论，就是大罢免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。核电大家也敢讨论，反核是很反智的事情。这个我感受很深，因为上周五的时候，我最近一直在焦头烂额，就是我儿子准备要升大班，然后要准备国小。你也知道，在台北教育你不卡学区是不行的啊，因为学校落差是很大的啊。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孩子相处，那我当然希望他读好一点嘛。最近看了一个房子，就签了约。大家也知道，买房子你最忌讳就讲政治立场，现场有房仲，然后有代书，开始都是聊一些不着边际。突然之间，大家都在骂大罢免真的很愚蠢，浪费钱，很有意思了。那个当下823还没开票，那就是822啊。所以大家知道这种风气，我为什么把抗中保台往维持现状的胜利，再往所谓的两岸交流再带？我的逻辑其实很清楚，这一波大罢免大失败，它所引领的是整个台湾社会重新检讨反思，对于反中、抗中、反共这种无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校正回归，它重新回到一个比较理性务实的态度上。其实台湾人是移民社会，从历史来看，你为什么移民到台湾？他在原乡活不下去了。早期的闽南或者是广东的移民来到了台湾的时候，混得好了就回乡去购置洋房了。移民社会的逻辑就是发达了找个地方更好的地方，核心逻辑就是移民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。但民进党厉害嘛，他利用了台湾人从日本殖民时代以来的悲情，让台湾人悲情盈满双眼，给你搞了1年，给你搞了9年多，你不出来啥？你下面都不出来，台湾也没过得更快乐啊，台湾过得更悲情啊，中间一度很嗨，结果发现原来是镜花水月。最近传出的大关税谈判，大家可以发现大关税大失败，给出来的条件，那台湾能吞得下去吗？再一当捡到枪，你很少看到朱立伦拿马克沁机枪扫射赖清德，赖清德痛得直叫，直接眼睛恶狠狠的瞪着记者，你问什么东西？你看卢秀燕这一宣布要守台中，声望又加了多少？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做动台湾这条暗线。所以我最近看馆长这样往前冲郑丽文给他下的定义是，这不就是以前的台商吗？那现在的新版的台商就是馆长，那历史哥也会去成为这个角色。馆长把这个话说出来了，大陆就是我们的祖国，我就是要做中国人，这跟台上不一样。我没有见过一个台上会跟馆长讲话讲到这种地步的，这个很不一样。把这个实话说出来，馆长他讲明了，我去大陆就是赚钱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句话讲起来大陆人不习惯，但是呢，馆长讲这句话台湾人听得懂。我觉得馆长呢，他做事情做得很绝对。人家在讲说，你那健身房还开得下去吗？他这里面讲说，我在台湾开不下，我到大陆开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，给自己的不留后路。大陆非常欣赏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不留后路。大陆现在普遍来对台上那些有点怀疑，打个问号，就是留了很多后路啊。以前呢，台上去大陆赚钱，那是区位上台湾有优势嘛，早发嘛，还有一个历史的背景。你还记得汪小菲给馆长的评价？他作为一个陆配，他是深度了解两岸问题。对他来讲，他在讲馆长的时候，他讲说你真的很勇敢。到了一个势能很高的时候，谁把那个给撞破，他可能得大红利，但他也可能粉身碎骨。刚刚我提到这个两岸表态、两岸交流、两岸繁荣、两岸和平、两岸未来，我认为这是台湾接下来要走的。然后这一波只有从民间出去，而民间出去要从台商出去。交流的基础是经济，奠定了经济的基础之后，大家就不会破。台湾也很务实嘛，今天大家可能不见得可以喊出祖国是中国，但是呢，在一些共同基础之上呢，喊个人民万岁总行吧。两岸之间交流的基础是在经济啊，稍微要打个折扣啊，因为大家要了解啊，因为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，两岸交流基础在经济的这个观念的话呢，出现一些改变了。希望两岸交流基础在于一个认知啊。台湾本身来讲的话呢，从这个务实的角度来，对大陆来讲，现在可能的话，就大家需要教育自己，要了解大陆现有的制度，这个是不能光
从务实的角度来讲，你这个务实啊，两边的实要慢慢逐步接近哦。你不能说大陆讲到实事求是，你这边讲的务实，如果你讲的全是经济利益，他那边讲的全部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那这个出现的差距可就大了。你总是要了解一下大陆的体制、哲学思想啊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啊，你知道什么叫社会平等啊。我跟大家讲，中国大陆做所有事情要维持稳定，但在台湾维持稳定不是第一要务，因为台湾维持稳定太容易，那么小，小有小的好处，好管理的地方，但大有大的难处，也有它的强处。台湾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对岸太不了解，它的重点是先稳定，稳定之后再谈其他，没有稳定怎么繁荣？从中国历史来看，稳定就会繁荣。我想这两岸的思维逻辑差距是非常巨大。大陆追求稳定的基础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为人民服务。